寻龙点睛看缠山。嘿嘿，小子遇到我，你可走大运了。我可是4大王者翡翠之一的麒麟血影翡翠，价值5000亿。我靠，麒麟血影翡翠！如此稀有翡翠现世，必会掀起一番风浪。看来想要拿下它，绝非易事。刘总，听说张一锤的这块石料在发现之时，就连天气都为之色变。我敢笃定，这绝对是一块绝世好料子。待会儿的竞价定会异常激烈。低价拿下就行。哼，我们手中可握着张一锤的把柄，若是这个废物不识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各位珠宝大亨，我这块重达100吨之多的极品罕见石料出自龙河工厂，可是费了不少功夫才将其拿下的。大家想要的可以出价了。张一锤的这块料子可真是极品啊！不仅网带清晰缠腰，还浑身都是松化，里面肯定嘎嘎绿，说不定还是大面积成片的帝王绿。万福珠宝出价5亿。老傅，这种极品且罕见的石料，5个亿就想拿下，简直是大头菜吃多了。我黄吉珠宝出价10个亿，周生珠宝出价15个亿，黑铁珠宝出价20个亿，美建珠宝30亿。我强盛集团出价35亿。老美，想要这块石料的可不止你一家。出价的石叶凡叶总，听说这小子可不好对付，我们要悠着点。慌啥？这小子剑识确实很厉害，但他越是想要拿下，越是说明在他出的那个价位里，这块石料还有很大的价值空间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再用张一锤的把柄把这石料给夺过来，这样不就能万无一失了吗？真不愧是刘江总，居然想到了利用叶凡来做我们的明灯。强盛集团叶总出价35亿，现场还有没有人要跟价的？35亿，这也太有实力了吧！这块石料虽然外在展现极好，但石料越大块，伴随的风险也就越大。35亿，哼，我该出手了。万宝阁出价50亿，哈哈哈！锤老板，现在已经没人敢继续出价了，看来你这块石料是属于我们万宝阁的了。哈哈哈哈！那可不一定，50个亿的价格确实高得吓人，但这么大块的石料属实罕见，就算风险再高，我也要把它拿下。强盛出价55个亿。叶凡，那还真是太巧了，有这种想法的人可不止你一个。叶凡，你糊弄谁呢？你蒙得了别人，可蒙不了我。以你的性格和能力，55亿绝对还能大赚一笔。哼哼，没想到刘江也来了。不过这块石料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，就算他们非要和我竞价，我也有信心拿下它，无非是少赚一些吧。哼，既然你也想要这块石料，那就出价吧。你这激将法对我是没有用的，以你的实力，恐怕只有傻子才会跟你竞价，搞不好就落入别人的圈套了。不过今天这块石料你还真拿不走。你什么意思？张一锤，这块料子55亿，你要卖给谁？我劝你想清楚了再说，别忘了你家心仪还在我手上。什么？刘江这个人还真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来，没办法了。叶老板，实在对不住了，这块石料就算你出价再高，我也不能卖给你。我虽然很想和你交易，也清楚你有这个实力，但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叶凡，在我面前讲实力是没有用的，你想要的料子还不是被我轻易拿到手。这刘江还真是够卑鄙的，居然拿张一锤的女儿作为要挟。不过就算你强行将她拿下，也未必能把这块石料完整的解出来。这种具有灵性的麒麟翡翠，若是没有透视眼将其精准定位，是不可能将其解出来的。到底谁为谁做嫁衣，咱们走着瞧。派人将原石运到解石间，你们就好好看看我如何开出帝王绿。那就恭喜刘总了。刘江总，这块石料我研究过了，咱们第一刀只要从这里切开，定能解出透水蓝般的玉肉。
那玉肉少说也有桌面大小，厚度至少得有2-3公分。莫尼师傅，赶紧按照我们的划线开始解石。我要让大家好好瞧瞧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玻璃底透水蓝的玉肉。是。刘老板，这块料子当真极品啊！你弟里面有大翡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刘江，你可别得意的太早，等这一刀解出来，定能让你大失所望。开！哎呀，白了！哎呀，这可亏惨了！透水蓝的玉肉变成白花花的一片，这下恐怕要亏惨了。这时的刘江两人看着眼前的结果，吓得半晌都说不出话来。他们刚刚还自信地说要解出桌子大小的极品玻璃种玉肉给大家瞧瞧，殊不知现实却狠狠打了他们的老脸。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皮克表现这么好的石料，解出来会是这个样子。莫尼师傅，给我继续开！刘总，我们要不还是别开了吧？这第一刀切得那么深，都没有解出什么东西来，再继续往下的话，风险只会越大。现在出手还不至于血本无归，要是再切垮了，那就真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滚开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这石料都还没解完呢，慌什么慌？莫尼师傅，给我直接从中间来一刀，我就不信还切不出翡翠来。这刘江看来是被刚刚那一刀吓得失去了理智，竟然敢把石料直接对半切开。这种做法不仅严重破坏了石料的完整性，还完美的避开了躲在角落的麒麟翡翠。这刘老板，这第二刀还是什么都没有。怎么会这样？皮克表现这么好的料子，解出来怎么会什么都没有？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此时的刘江望着面前这块接连2刀都没见玉肉的石料，早已吓得冷汗直流，魂飞魄散。55个亿拿下来的原石，却切得一塌糊涂，换做谁都接受不了。机会来了，眼下正是拿下这块稀世翡翠的绝佳时机。刘老总，我刚刚都说了，只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料子，才想着哪怕亏钱也要拿下来研究。你自己不信，非要把石料从我手里给夺走，现在切成这样，简直惨不忍睹。叶老弟，这石料你既然想要研究，那我就把它还给你，而且已经帮你切好了，不用谢我。55亿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交易。哼，刘江，你还真拿我当小日子来宰啊？都切成这样了，别说55亿了，就算是5个亿，恐怕都没人敢要。你要是真打算卖给我，一口价1个亿，成的话我就要了。刘总，这块大料切成这样，基本无可救药了。趁着叶凡这个冤大头头脑发热，赶紧出了吧。晚了的话，别说1个亿，就算1000万都未必有人敢要。没错，有道理。行，1个亿就1个亿，成交。我就和刘江完成了钱货交割。正当他认为我会把这块石料拿回去当研究材料之时，不料我却缓缓走向了解石区，开口说道：“莫尼师傅，剩余的这块石料，麻烦再给我来一刀。”叶凡，你什么意思？居然还要切？不是说要拿回去研究的吗？难道……就在刘江意识到不对劲之时，果然下一秒就从解释区传来了震惊的叫喊声：“我没眼花吧？这竟然是4大王者翡翠之一的麒麟血银翡翠！”现实师傅此话一出，犹如一道惊天巨雷一般炸响了全场。只在传说中听过的翡翠，如今却实打实的出现在了眼前，换谁能不激动？陈老弟，我出1000亿，这麒麟龙我要了！2000亿，我出2000亿，谁都别跟我抢！我出2800亿，我出3500亿。珠宝集团出价5000亿，你们要是还敢出价的话，就尽管放马过来。今天这麒麟翡翠，我势在必得。小子，5000亿来换你这块麒麟血银翡翠，如何？5000亿的价格非常合理，成交。现在这石料是你的了。5000亿的天价石料就这么被我拱手让给叶凡，还真是不甘心。不过叶凡，你可别得意的太早，这一切不用多久就都是我的了。喂，叶凡，我爸他用2000亿买了一块全赌料，开出来全是帝王裂，现在全是找他要债的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叶凡，好戏这才刚开始。小子，你别看我满是裂缝，但我里面可藏着传说中的石钟灵翡翠，价值8000亿。我靠，石钟灵！
传说石头化开后能够孕育出生灵，原来传说是真的，这可是无价之宝。如烟的父亲这次可是买了一块不得了的石料，刘江的计谋看来要失算了。刘老，这块石料当时是你要求要拿下的，现在切成这样，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。赶紧把欠我们的2500亿还回来，要不然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们当时是说好一起拿下的，现在切垮了，怎么就变成是我欠你的了？就凭这个合同，白纸黑字在里面写着，赌涨了算是我们一起的，赌垮了就算是你借我的100亿，限期3天内还清，不然就得把你的聚宝债抵押给我。签合同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可不管什么叫当时，我只认这白纸黑字，你没有眼睛看吗？这里可写的明明白白，况且这里还有你的签名，你逃得掉吗？赶紧给钱，不然你女儿和这聚宝斋就是我的了。刘江，你无耻，你这根本就是欺骗，亏我那么信任你。柳叔，你这块石料我原价要了。叶凡，我就知道你会出手，等着吧！今天我不但要你吐出那5000亿，还要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哟，叶凡，这种废料你居然愿意花5000亿去购买，还真是舍得啊！小凡，我虽然很感激你这份心意，可这块石料很明显是一块垮的不能再垮的料子。哎，你还年轻，将来还有无限的可能。我都这年纪了，大不了我就把这聚宝斋给他了。刘叔，我并不是说想要帮你而特意要出这5000亿的，我是真的看上了这石料。我感觉这石料还能继续再切。叶凡，奇葩我见多了，你这种奇葩中的奇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这块石料是个明白人都看得出来，里面肯定也是裂得不成样子，你居然说它能长，简直要笑死个人！你这老狐狸，先是故意设套来陷害人家，现在又想引我入局。既然你3番5次的来找茬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刘江，既然你认为这是一块废物，那你敢不敢跟我赌一局，就赌5000亿，如何？旺财，那小子竟然敢出5000亿来跟我对赌，难道这石料真的暗藏玄机吗？刘总，这块石料我已经鉴定过无数次了，虽然种水很好，但里面的裂不光是切开那位置那么简单，还有隐藏的暗裂。我敢保证，全部切开，绝对是块帝王裂，价值10个亿都不到。依我看，那小子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来吓唬你罢了。哼，原来如此。我刘江是什么人，又岂会怕你一个毛头小子？叶凡，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不过在比试之前，先得把这对赌协议给签了，上面可是写明了，若是输了，就留下4只。够胆吗？小凡，万使不得啊！这块石料我已经叫众多顶级专家鉴定过了，在看到切开的第一刀后，无一不建议我转手出去。这根本就不可能再切出东西来，这协议千万别签。是啊，叶凡，我不能让你为了我去冒险，大不了我就豁出去了。妍妍，柳叔，相信我，我自有打算。刘江，拿协议来，我签。叶凡，这一次我定要将你打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莫尼师傅，我们开始吧。先把这里还有这里给我全部切割掉。小兄弟，这块石料我还是建议你沿着底下的那2条裂缝切开，这样还能值点钱。若是按照你的这种切法，恐怕会让这块石料变得一文不值。这下我算是彻底放心了。叶凡这种切法，一看就是啥都不会的主。区一个毛头小子，还想跟我玩心眼儿，这次还玩不死你。莫尼师傅，现在我是这块石料的主人，想怎样切，当然是由我说了算。我已经画好了线，你无需考虑太多，直接切即可。哼，一个小屁孩在这里耍什么大牌？我好心的劝你，你却不听，一会儿活该你切垮。小兄弟，我刚刚就说你不要这么切，你看这一刀下来，依然是满满的裂缝。现在这块石料还真就被你搞得一文不值了。听到此话的柳如烟和刘老立马就吓得愣在了原地，他们万都没有想到，从来都没有说过的我，这次竟然会看走了眼。叶凡，这就是你说的这块石料切出来会长啊？我看这裂缝倒是长了不少，你输了，赶紧把5000亿的赌注和2500亿的石料钱转给我。不仅如此，还要留下你的4只。刘江，你若是敢动叶凡一根手指头，我跟你拼了！大不了我把我爸的聚宝斋给你。爸爸，这事是因我们而起的，我们不能让叶凡哥失去4只，不然他这一辈子可就全毁了。妍妍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就一间聚宝斋吗？
用它来换你和叶凡的前途，值了。叶凡，虽然这次我们输了，但没关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你能东山再起的。柳叔、嫣嫣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别那么悲观，我还没输呢，真正的赌局现在才开始。哼，叶凡，我看你是脑子旧透了吧？这种满是裂缝的石料，你竟然跟我说还能继续切掌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还真是笑死个人！刘江，你就尽情的笑吧。这块石料里面可是藏着传说中的石钟灵翡翠，只要等会儿全都切出来，定能震惊整个翡翠界。叶凡，你已经输了，还说什么再切一刀？哼，就算再给你切100刀，也改变不了这是一块帝王裂的事实。赶紧按照协议办事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刘江，只要我这块石料还没有切完，输赢就还未定。不仅如此，现在我还要继续加注，就问你敢不敢？刘总，既然他要玩，那我们就跟他玩到底。这块石料解出来的每一刀都在我的鉴定范围内，剩余的这最后一刀自然也不会出错。他现在的举动无非是垂死挣扎罢了，完全不足为惧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这种石料，就算是个傻子也能看出来不可能切掌，更何况有你这位顶级的翡翠鉴定师亲自坐镇，这次我定要让叶凡这位狂妄的小子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哼，叶凡，你以为你这样加注我就会怕你吗？你无非就是想虚张声势罢了。接下来你想怎么玩，我都奉陪到底。刘江，我手上除了这5000亿以外，还有一间珠宝行，大概价值2000亿左右。这一局，我梭哈跟你玩到底。叶凡，千万别！若是把全部家当都压下去，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能再继续加注了。叶凡，我知道你输了，心中意难平，但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压抑住这赌徒的心态，不然只有输的份儿。柳叔、嫣嫣，放心吧，我并非输红了眼，而是要彻底击垮刘江，不然他下次定还会盯着我们不放。眼下的叶凡已经像极了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，这种人已经没什么好害怕。行，我就答应你，梭哈就梭哈。柳如烟本想再次劝阻我，但当他看到我那双坚定的眼神后，顿时就止住了。看来叶凡哥心意已决，唯有坚定不移的相信他了。莫逆师傅，接下来的解石，帮我沿着这2条划线给我慢慢磨下去。记住了，千万得慢慢磨，别伤了里面的玉肉。一块裂的不能再裂的石头，有什么好小心的？还不如直接中间来一刀，省事儿很多。行吧，无奈他是老板，我一个打工仔照做就是了。很快，最后一刀的解释开始了。刘江和旺财异常得意，7500亿赌注仿佛已进了他们口袋一样。这是什么翡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里面竟有个活灵活现的小仙女，姐一辈子时第一次见。翡翠中出现精灵是石钟灵，传说石头化开能孕育生灵，原来是真的。小兄弟，你太神了！这种帝王裂神料竟开出传说中的翡翠，简直是无价之宝啊！众人的一字一句听在刘江耳朵里，宛如炸雷一般，炸得他两耳嗡嗡作响。刘江，你输了，要执行协议的人是你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！明明是帝王裂，怎么会开出传说中的翡翠？叶老弟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刘江，若是我输了，你会放过我吗？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叶凡，你早就看出这是石钟灵翡翠，害我担心这么久，下次不许再这样胡来了。嫣嫣，让你担心了。这石钟灵极其稀有，见过的人能延年益寿，财运不断。有了它，往后的挑战我们都有信心。1688500，5500万，18万，2200万，18万。我卡，未知，这箱子连透视眼都看不透，里面究竟藏着什么？真有点迫不及待，想买来打开，一睹为快。各位老板，想必大家最近都听说了岷江下面发现张献忠宝物的事了吧？现在我面前的这些箱子，全都是那边捞上来的，打捞全程拍摄，从未打开过，绝对童叟不欺。老板，这些箱子怎么卖？300万一个。哼，啥？300万？傻瓜才买。就是这老板为了卖盒子，还真敢信口开河。岷江有张献忠宝物不假，但谁能证明你这些就是？哼，买卖自由，我愿意卖多少钱是我的事儿，你觉得贵就别买。穆老板，若这些箱子我一次性全买了，能不能便宜点？叶凡，你别冲动，
花300万去买个没法证实来头的箱子，感觉不值得。叶凡，你不是捡漏王吗？想不到现在捡个漏还要听一个女人家的，看来你就是一个吃软饭的主。别磨叽，300万就300万，我全都要。哈哈哈哈！叶老弟果然豪气，这14个箱子总共4200万，拿走不谢。我去，他还真买了。虽然他鉴别古玩是一好手，但这可是盲盒箱子，很明显这就是一场空啊。4200万必亏无疑，真不知道他咋想的。4200万就为了个面子，只能说有钱真好。穆老板，4200万已经转过去了。叶凡果然还是太年轻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张献忠当年洗劫蜀都，只抢了金银钱财。瓷器这种东西，别说没有，就算有丢入江里，也早就碎了。字画更不必说，早就腐烂。哼，所以这些箱子最值钱的大概率都是铜钱之类的，还想轻松捡漏，做你的美梦去吧。哼哼哼，老弟，我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买了盲盒箱子必须现场拆开。叶凡，今天我就要你在古玩界当众出丑，破掉你捡漏不败的传说。本想低调带回去开，既然你想受刺激，那必须满足你。随即我拿过锤子，选了4个普通箱子，打开分别是3个空箱和1箱不值钱的铜钱。哈哈哈！叶老弟别灰心，虽然前4个开出来全都是亏的，但这总算是证明了我这确实就是张献忠的宝物。看来后面能回本的概率还是很大的。穆老板所言极是，说不定下一个盒子就能开出意想不到的惊喜。还惊喜？你想屁吃！就算后面箱子里全部都是铜钱，你也还是亏的。而且铜钱越多，价格就越低。突然觉得刚刚应该把价格再抬高一点。就在老板还在庆幸自己遇上我这个冤大头时，我已经把第5个箱子开了出来。只见开出的箱子内部发出闪闪金光，顿时亮瞎了全场所有人的眼。是黄金！天哪，没想到这一箱是黄金，至少价值2000万以上啊！老板，你这些箱子质量真是高啊！14个箱子只开了5个，就开出1箱黄金，看来我这钱花的还真值啊！真是明智的选择。去，开盲盒开出1箱子的黄金，这还真是刺激！早知道如此，当时我就应该先下手为强，全部买下来的。此时，我来到第6个箱子面前。穆老板，我觉得这1箱也是黄金，你要不要回购？真的直觉告诉我，这1箱也是黄金。我的直觉很少出错。你回购的话，1500万我卖你，怎么样啊？呵，还黄金，能开出铜钱就不错了。祝你好运。行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自己开吧。说完，我便哐哐2下就把这个箱子给打开了。当又是满满1箱的黄金露出来之时，穆老板顿时就像石化了一般，愣在了原地，久久回不过神。老板，你看，真的又是黄金哎！还好刚刚你没买，要不然这1箱黄金就是你的了。听着我这杀人诛心的刺耳话，此时的老板已经被气得完全说不出话来了。还真是黄金啊！没想到只开了6个箱子就回本了，这何止是回本，简直是要大赚特赚的节奏啊！老板，准备开第7个箱子了，这次你要不要考虑回购？明明我才是卖家，却让叶凡占据主动权，真是越想越不甘心。要不要买？本来以为这14个箱子里9成都是铜钱，没想到接连2箱都开出了黄金，这含宝率还真是高的离谱。多少钱？1500万。300万，我原价回购。穆老板，你把我当傻子？原价我能卖，万一又是黄金，至少5000万保底，铜钱概率更大，那就看你敢不敢赌一把了。我是念着全是从你手里买来的，换别人的话，我绝不出手。妈的，有完没完？但这诱惑真的很大，要不要？不要我就自己开了。做人不能贪，只要不贪，我就是赚。对，不能贪。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行吧，等会儿你可别后悔哈。又1箱满是金簪子、金耳环的金首饰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。此时的摊主老板不停的深呼吸，后悔懊恼的情绪不停翻滚。这小子连着2次问我要不要回购，我他妈咋就都拒绝了呢？这1箱的金首饰，具体价值不详，但总价绝对也过1000万了。我刚刚怎么就犯浑没买下呢？这小子运气也太逆天了吧！又开出黄金了，剩下的箱子说不定也全是宝贝。穆老板，第7个了，要不要回购？你他娘的不刺激我会死是吧？笑死！这小伙就是逮着老板一个劲儿刺激啊！这也是他自找的，这老板刚刚就千不该万不该刺激他买的。
还真是把破天的富贵就这么拱手相让了。这下好了，自己成小丑了。听着众人的讨论，此时的老板心动了，比刚刚还要心动。刘老弟，还是1500万吗？没错，卖给你就1500万，换个人至少1800万。这是心动了，愿者上钩。那小样跟我玩，不哥你算我输。真以为300万一个箱子的钱好拿？拼了！行，我要了。要哪个？我就要这个。我就知道，这种心怀不轨的人运气不好。6个箱子，4个有宝贝，2个垃圾，果然被他选了。行，先把钱付了吧。对了，老规矩，买盲盒必须现场打开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这小子能开出黄金，我却开出一箱垃圾铜钱？1500万，我的1500万就这么打水漂了。早知道就不买了。1500万就开了这堆破铜烂铁，这打水漂都不带响的，真是替老板感到悲哀啊！我就说嘛，这些箱子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好东西？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？还好，只是1500万。这穆老板开了10几年古玩摊，这点钱亏了也还是赚的，就是这脸算是彻底丢尽了。穆老板，看来你运气似乎不太好啊。要不要再买一个试试手气？说不定下一个就开出黄金了。孙贼，你别想再忽悠我，只要我不买，我就还是赚的。想坑我第2次，门都没有。穆老板，我直觉告诉我，下一个箱子开出宝物的概率极大，你确定不买吗？哼，再买我就是狗。不能贪，只要不贪，我就还是赚的。行吧，既然你不买，那我就自己开了。等会儿你们可别后悔哈。这是什么？又是黄金吗？这个，好像是纯黄金打造的金册。金册是干嘛用的？从没见过。这是古时候封王、封妃用的金册，地位堪比圣旨，通体纯金铸造，工艺极致奢华，寻常人家根本接触不到。就这整整1箱金册，保守估价起码6000万往上。凭什么？为什么这小子一开箱全是稀世宝贝？我花1500万就开出一堆破铜钱，简直太没天理了！穆老板，你看，又是1箱子宝贝。我早就提前提醒过你，是你自己不信。还好你没出手，不然现在后悔的就是我了。小子，我就不信你接下来还能开出好东西。我说了，再买我就是狗，我绝不后悔。行，希望你一会儿还能像现在这样忍得住，没必要再刻意刺激他了。剩下4个箱子里就只有1个是垃圾，其余全是硬货。哟，原来是铜钱啊！我还以为又是黄金宝贝呢，终于翻车了吧？这老板心态还真不错，亏了1500万还能笑得出来。就算剩下的箱子全是垃圾，这小兄弟也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，根本不在乎这一个。穆老板可能又要让你失望了。哦，有什么不一样？难不成你这铜钱还是黄金做的？别在这故弄玄虚了，不就是一堆破铜烂铁吗？这是西王赏功钱币，我的天！这小子的运气还真是逆天了！是什么铜钱？看着跟普通的也没差多少啊！这可不是普通的通用性质的钱币，这是明末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后专门用来论功行之一啊，存世量极其稀少。那这个西王赏功铜钱价值多少啊？看样子这个是铜制的西王赏功，品相这么完好的，一枚估计就得10几万；要是金制的，那一枚就得大几百万。我勒个去！10几万一枚，这小子真是赚麻了呀！就算10万没算，这整整1箱的西王赏功，那也得过亿了吧？我的天，这哪是赌箱啊，这简直是开银行！我看的都想给他抢了。买下来，最后2个箱子一定要买下来。他运气这么好，剩下的肯定也都是宝贝，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错过了这次，我这辈子都再也碰不到这么好的买卖了。这是什么？好像只是2个破盒子啊！别着急啊，说不定这2个盒子里面还藏着什么宝贝呢。小兄弟，快点打开看看，别吊我们胃口了。刚才系统扫描时，这个箱子的估价赫然显示着未知2个字。这是我赌石赌箱这么久以来第一次遇到系统无法估价的东西。看来这2个盒子里的东西价值绝对远超之前的金册和西王赏功，必定是绝世珍宝。
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是玉玺，纯金的玉玺！我的天，这是张献忠的永昌大元帅印，居然是真的！传说中张献忠沉银里的珍宝之一，居然在这里！这是传国玉玺，居然是传国玉玺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。小兄弟，快看看玉玺下面的英文，看看是属于哪个朝代的。连系统都无法估价的东西，看来这玉玺的来历绝对不简单。外面人多嘴杂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，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，恐怕会惹来杀身之祸。我再私下去请教一下天雄大师，让他帮我鉴定鉴定。各位不好意思啊，现场还剩最后一个箱子，等我开完这最后一个，再慢慢研究这2枚玉玺，也不迟。慢着，这最后一个箱子我要了！果然亲眼看着我接连开出宝物，如今玉玺现世，他根本不可能抵得住这种诱惑。小样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忍不住，果然一点没让人失望。什么？穆老板你还想买？穆老板，你刚刚亏了1500万，你还敢下手？刘老弟，还是老价，1500万吧，这最后一箱归我。穆老板，你想要，我倒可以做个人情卖给你，但现在1500万可不够了。我刚刚接连开出这么多稀世宝贝，你还想用原价拿走，未免想得太美了。刘老弟，我出1700万，这箱子卖给我吧。该死，居然有人跟我抢！我出1800万，500万挺你，把他们坐上。1800万，我别跟我争，我出2500万。刘老弟，3000万，你刚刚也开出这么多宝贝了，而且这些箱子本来就是从我这儿买的，我理应有优先回购权吧？这最后一个箱子，你就给我个机会吧。穆老板没你，我还真赚不到这么多。行，那我就当还你人情，把这唯一的消极箱卖给你，行吧？看在你是袁老板的份上，3000万卖你了。前面9个全是硬货，这个肯定也差不了。3000万买的，要是再开出个玉玺，穆老板直接原地起飞啊！快砸，快砸，快砸！我这辈子都没这么激动过。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他妈运气就这么差呢？他开出9个都是宝贝，我买了2个，一个是破铜钱，一个是烂废铁，我就不应该买的。不买我现在还赚2000多万，就算刚才不买，最后这个我也还赚1000万，我他妈就不该贪心，我就是个傻子。这运气也太背了，2个箱子全踩中垃圾，也是没谁了。哎，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啊！本来赚得盆满钵满，结果最后一把全赔进去了。贪婪果然是最可怕的东西，本来能赚1000万，偏偏贪心不足，想要更多，最后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。那2枚连系统都无法估价的玉玺，等明天我就亲自去登门拜访天穹大师，揭开他们真。稀世珍宝检测：明代永乐99纯金铸造星猫，外附铁衣包浆，127架，7球，6120万。老板，这只猫怎么卖？坏了，这么稀有的东西，这是要被刘江给捷足先登了。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叶凡这小崽子肯定也是和我一样，看出了这双价值100万的猫眼石。哼，想在我刘江眼皮底下捡漏，门儿都没有。这位大老板，您可别小看它，这可是我们祖上3代传下来的镇宅子的宝贝，一口价40万，不一价。就这么一只破铁猫，还用来镇宅子？你可真能唬人！别说40万，我看400块都不值。老板说话可不能闪了舌头，您这话让我地下的祖宗听见了，准跳出来和你打架。你看这猫的这双眼睛多溜，哪怕找遍整个京都，也就我这儿有这么好的猫眼。有什么呀？我看就是一绿玻璃珠子，地摊上10块钱能买一大把。若这是绿玻璃珠子，我把我的眼睛抠来给你。哎，别扯那些没用的。不过说起这眼珠子，我还真想要这么一对东西。老板，这样，眼珠子卖给我，剩下的猫你自己留着。那怎么行？眼珠子卖给你，那我剩下的猫不就成废猫了？谁还会要啊？哼，本来就是废猫，铁疙瘩做的谁要啊？那行，给40万你拿走。你有毛病啊！一只猫才卖40万，我就要一双眼珠子，你也开40万，然后他再拿着这瞎猫继续卖，你还真能算计的。爷，你把这最有卖点的眼珠子买走，这剩余的猫我也卖不出去了。你可以跟人家这样说啊，看啊看啊，这猫多老啊，老的眼珠子都掉了，绝对是古董，没准你还能卖得更贵。这位爷，你这多少有点蛮不讲理啊。那这样吧，我就做好事，给你20万把这眼珠子拿走，猫给你留着继续卖，说不定还能卖个40万，你这不就赚了1倍不止，还不快感谢我？这刘江还真是强买强卖，不过还好，他也只是看出了这对价值120万的猫眼，而这更值钱的通体纯金的猫身却没有一个人发现，还真是天助我也。20万我给你转过去了，多的5万算我赏你的。
这对眼珠子我就拿走了。这位爷，你把这猫的眼珠子买走，剩下的这猫叫我怎样卖呀？我家就差这40万给我儿子看病，你现在只给我20万，叫我如何是好？老板，你摊前这只猫，20万我要了。小兄弟，你看清了，这猫没有眼珠子啊，就是个废铁疙瘩。你确定要花20万买？20万已经转过去了，你查收一下。谢谢爷，谢谢爷，凑齐这40万了，我儿子的救命钱有着落了。您是我家的大恩人。叶凡，哼，我没看错吧？你竟然用20万去买一只没有双眼的铁猫，这若是传出去，还不笑掉全天下人的大牙？笑吧，尽管笑吧。等我回去把这层百年铁一剥下来，露出里面6000万的纯金猫身时，你就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傻子了。咋了？你能用20万买一对猫眼，我就不能花20万买一整只猫？看好了，我这对玻璃珠子可是货真价实的冰种帝王绿猫眼石，就这色泽、这水头、这猫眼效应，最起码价值100万。而你的呢，就是一破铁猫，论废品卖1块钱一斤，这猫撑死20斤，能值个20块钱算不错。那我倒想问问您，拥有价值100万皇家御制猫眼的镇宅兽，又岂会是一只普通的铁猫？原来这小子是看我减龄了这双猫眼，才会认为他手里的那只铁猫也价值不菲，真是可笑。铁就是铁，还能变成金子不成？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死，那我就给你点颜色瞧瞧。叶凡，你敢不敢跟我比试一下？哟呵，怎么个比试法？说来听听。既然今天你我都在这儿捡漏了，那就比一比，看谁手里的物件价值更高。输的一方就要以10倍的价格买下对方的宝物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一个是猫眼石，一个是破铁猫，叶凡怎么可能赢？我看叶凡这是疯了，刚才花20万买瞎猫就够傻的了，现在还敢跟刘江赌这么大？刘江在古玩圈混了10几年，眼力毒得很，叶凡这次怕是要栽大跟头了。怎么样？若是不敢的话，就乖乖滚回家睡觉去吧，以后少来这古玩街丢人现眼，不然我见你一次针对你一次。既然你把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了，若我不敢应下这比试，岂不是扫了大家的兴？好，我跟你比。叶兄弟，你是一个好人，这比试可万万使不得呀。这猫传了我们家好几代人了，最值钱的也就是那对猫眼，剩下的真就是个铁疙瘩，你会输得倾家荡产的。大爷，谢谢你的好意，相信我，我不会输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叶凡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随便被我刺激一下就受不了。口说无凭，咱们现在就立字据，输了不认账的从此滚出古玩界。签吧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你们俩的赌约，整条街都传遍了。我老头子闲来无事，正好来做个见证，帮你们长长眼，免得有人输了不服气。贺爷，您能来主持公道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有您在，看某些人还怎么耍赖。那就先看看你的东西吧。贺爷，您好好看看，我这对冰种帝王绿猫眼石，花20万捡的漏，您给估个价。刘江，你这对猫眼石简直是太开门了！冰种帝王绿底子，猫眼效应清晰灵动，色泽浓郁均匀，没有半点瑕疵。依我看，就算找遍整个潘家馆，也找不出第2双这么好的猫眼石了。其价值在100万左右，若是遇到真心喜欢的，说不定能更高。你小子这次确实捡了个不小的，至少在100万以上。听到了吗？贺爷说的，我这对猫眼石值100万。叶凡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赶紧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还能饶了你这1000万。小伙子，古玩这行水深得很，眼力不够就别轻易赌这么大。你这只铁猫，确实没什么看头。要不你们就此作罢，也算给我老头子一个面子。那可不行，字据都签了，愿赌服输。他要是不赔，我就去法院告他。贺爷，话别说得太早，您还没看我的东西呢，怎么就知道我输了？嘿嘿，看什么看？不就是个破铁疙瘩吗？难道还能变成金子不成？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不对啊，这重量不对劲儿，半人高的铁猫怎么会这么沉？贺爷，有什么不对劲儿的？不就是个实心铁疙瘩吗？沉点很正常。赶紧看完，好让他赔钱。这是黄金？这下看你还怎么狡辩？不，我是说这猫若是铁做的话，这重量明显不对，说不定这还真是一个有趣的东西，让我再仔细瞧瞧。贺爷，这就是一破铁猫，你可看仔细了，千万别被叶凡给忽悠了呀！你行你来，我是古玩界第1人，轮不到你质疑我的水平。说完，贺大师便对着猫的周身擦拭起来。这猫发出的光芒，简直要亮瞎了我的钛合金眼。这猫
难道是用黄金做的吗？如果这是一黄金猫的话，那这价格简直是要上天了。早知道当时我自己买下来就好了。没错，叶凡，你要发财了。这是一只黄金猫，按照重量来计算，最起码在600万以上了。怎么样，刘江？拥有一双价值100万双眼的猫，又怎么会是一只普通的铁猫？按照约定，这场比试你输了6000万，麻烦给我转过来。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的呢？好不容易转眼的功夫又搭进去6000万，叶凡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指定会给你好看。这枚古钱币果然很开门。拿下它，估计都能连线听权直播鉴宝了。老板，这些古铜钱怎么卖？小伙好眼力啊，一眼就相中了我这里的镇店之宝。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，便宜点给你，2万，你拿走。老板，我可是经常看听权直播的粉丝，你这古钱币怎么也看不到2万啊？切，又是一个看了几天直播就想来捡漏的二货，你这种人我都坑好几个了。哟，那可太巧了，我也是他的粉丝。既然如此，为表诚意，我自砍一刀，2000一枚。2000也值不到，最多200。如果可以，我可以买多几个，回去给小朋友当玩具。200也不是不可以，但至少要买10个。行，10个就10个。这种自以为看了听权主播就学到了东西，实则啥也不是的纯小白，果然是最好忽悠的。想在我这里捡漏，劝你回去再沉淀个10年8年再来。这老板还真以为我啥都不懂。当你知道这是宣统3年大清银币长须龙精致样币时，希望你还能有如此般的笑容。我操，2万砍到200，这小伙还真是有2把刷子。你去你也行，在我看来，那10个古钱币连200都不用。唉，这小子真的是太年轻，轻轻松松就被老板忽悠走了。2000块。听着路人的质疑，我并没有过多的理会，而是径直来到了一间古玩鉴定处，随后拿出刚捡来的那枚古硬币，帮我看看这个，若是合适的话，就出给你们了。这位先生，恕我直言，你这枚古钱币一文不值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是吗？我刚刚从古玩摊捡漏得来的。那就错不了了。你看这上面发黑的包浆，很明显是人为做旧的。再看表面，这层金色一看就是镀铜。最大的问题是，这个版面大清的银币是没有银模金样的。综上所述，你入坑了。谢谢你的提醒。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，你这里有没有专业的鉴定师？小子，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吗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说，有些东西专家都不一定能看得出来，因为他根本没见过，何况你呢，对吧？那你倒是说说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，让我长长见识。这是大清银币没错，而且还是银模金样，但这也不是假的，因为它叫大清银币长须龙精致样币，是当年造币厂试铸的样币，存世量极少。你小子还真会胡说八道，我可从来都没听说过有这样的银币。就是因为你没有听过，所以才会孤陋寡闻，一口咬定是假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把你老板喊来，一切便有了答案。你若是再来这里捣乱，可别怪我叫保安了。什么事？这是怎么了？老板您来的正好，来了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轻人，拿着一个假的大清银币长须龙精致样币，却非要说是真的，想要卖给我们。什么长须龙精致样票？这若是真的，那可是一件值得收藏的好宝贝啊！你好，先生，我姓查，是这家店的老板。听说您带来了一枚长须龙精致样币？没错，我这可是世上仅存的2枚，只是查老板好像没有带这方面的鉴定专家过来。不急不急，既然先生知道这精致样币是仅存于世的2枚，那你这1枚的来历能给我说说吗？可以，我先说说大清银币铸造的背景。光绪31年。朝廷命令造币厂铸造大清金币、银币和铜币，但当时国库黄金储备不足，根本没有金子铸造金币。直到宣统3年后，才使用金子作为材料，这就是银模金样的由来。而这仅存于世的2枚，一枚曾经被作为国礼送给了法鲁哥国王，而另一枚流落民间，现在到了我的手里。不过，我这枚和那一枚又有些不同。哦，有什么不同？我这枚和另外一枚的铸造时间不同，或者说另一枚并不是宣统3年铸造的那一批。由于清代灭亡，造币厂遭到洗劫，没人在乎这些模具。等到被民国政府收集之后，模具出现裂痕，所以呢，这枚金币在龙面6点半的位置有磨裂。如果你是行家的话，只要看一眼便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没想到眼前这个小伙子居然真的懂得比我多。
说的头头是道。难道他手中的那一枚真的是真的吗？若是如此，我刚刚岂不是丢脸丢大发了？行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一枚6点半的位置是否如你所说，能否给我看看？查老板，你确定不需要一个鉴定专家？这位帅哥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家老板可是华夏古玩鉴定协会的副会长，古倩币和机制币等一类的钱币，我家老板敢说第一，估计没人敢说第二。他姓查，难道？查大哥，我刚刚语气稍有不佳，还真是抱歉啊。都是同行赏脸，兄弟不必在意。不得不说，查老板果然很专业，完全不用借助任何工具就鉴定了起来。叶先生，恭喜你啊！这枚金币果然很开门。不知道叶先生是从何得来这样一件宝物？刚刚在地摊用2000块捡漏来的。不得不佩服叶先生好眼力，只用2000块就拿下了如此稀有的钱币。那叶先生想以多少出手呢？查老板，你看他值多少，我就多少出给你了。180个，如何？虽然这个精致样币很珍贵，但也远远没有到不可替代的地步。这查老板开的这个价很实在。行，180个成交。叶先生够爽快，合作愉快。2000。老板不好了，我们被减粮了。你刚刚卖给那小子的古钱币被查大师鉴定出来是真品，卖了180万。难怪那小子买的那么果断，原来他一开始就看出了这是真品。看来需要沉淀的是我自己。